作为一名父母，思考如何和子女相处，是我余生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。最近看到一个故事，在感伤之余备受启发，让我重新认识到了一个词：边界感。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很多父母往往不会将子女视为独立的个体。就比如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样一句话：你是我生的，我凭什么不能管你？这种没有边界感的相处模式，往往会成为许多子女头顶上的一道无形的枷锁。当这道枷锁越来越不堪重负的时候，悲剧也就降临了。正如今天我要提到这位女孩，这个女孩名字叫杨媛媛。2009年11月26日，她在上海海事大学宿舍楼卫生间自缢身亡。夺走她生命的是2条系在一起的毛巾。都说生死之间有大恐怖，不少科学家曾说过，大部分自杀的人在死亡前一刻都会有后悔的念头。可是杨媛媛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要知道，那会的她刚考上研究生不到3个月。那么究竟是什么一步步将她逼到非自杀不可的痛苦深渊的呢？说起杨媛媛的人生，当真是苦多甜少。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她压根就没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。1979年，杨媛媛出生在一个工薪家庭，父亲70年代的大学生，同时也是一名工程师。可是他们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并不算富裕，所以他父亲给她取名为媛媛，寓意着富贵圆满。2年后，他的弟弟也出生了，取名为平平，寓意平安顺利。4口之家虽然那时条件艰苦，但总归还算幸福。然而命运总是令人琢磨不透。在杨媛媛6岁那年，她的父亲因病去世，留下母子3人相依为命，家庭遭到重创。可是生活还要继续。母亲汪瑞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，但她并不甘心于眼前的现状，所以她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。知识改变命运，这个道理她还是懂的，所以从那时起，她就肩负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。打零工，在建设军工厂看大门，以此来补贴家用，抚养2个孩子上学。苦难往往也能够给人力量。打小看着自己母亲为这个家辛苦付出，2个孩子也很争气，在学校的时候成绩优异，名列前茅。杨媛媛作为家中长女，心里面也是想着未来要好好孝敬自己的母亲，让她过上富裕的生活。可是她并没有预料到，她接下来的人生会因为她的母亲陷入悲剧的漩涡当中。1998年高考，她的命运迎来了第一次拐点。与此同时，母女之间也第一次产生了分歧。杨媛媛想要考入大连海事学院，学习法律，维护正义，但是她母亲却觉得大连路途遥远，而且这个专业没什么用，赚不到什么钱，所以坚决反对。最终，杨媛媛屈从了母亲的意见，最终报考了武汉大学经济系。虽然这不是她的本心，但对于贫苦家庭的孩子来说，选择本就是一件相对奢侈的事情。所以进入武汉大学后，杨媛媛依旧非常刻苦。在她的大学生活中，没有同龄学生的风花雪月，也没有小说里的浪漫爱情，只有无数日夜在都市的一角打零工，赚来年的学费，以及校园里努力读书的单薄身影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2年多，虽苦，但希望之火一直激励着她前行。她始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，可是她并未预料到，生活给她的考验远不止这些。在杨媛媛上大3那年，她的弟弟也考上了武汉大学，子女都去了武汉，这让母亲汪瑞玲也有了动身去武汉的心思。恰逢当时她所在的工厂要将职工居住区拆迁，想要分到新房，需要补交3.5万元。这对于汪瑞玲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巨款，索性便息了这个念头。于是和杨媛媛商量，她也前往武汉。这也就成为了杨媛媛噩梦的开始。
来到武汉的望瑞玲并不愿意多花钱在外面租房，所以杨媛媛无奈，只能将她安排到自己的宿舍。1.2米的宿舍床位，挤着母女2人，这样场面简直令人难以想象。毕竟宿舍里面还有其他室友。武汉大学了解到这个情况，一方面考虑杨媛媛的家境，一方面考虑到其他学生的感受，所以便划拨了一间宿舍给他们。母亲到来，可以说打破了杨媛媛还算安稳的大学生活，这也使得她的同学和她渐渐疏远，而她也渐渐变得沉默。2002年，杨媛媛大学毕业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大学生，应当来说是前程似锦。然而，对于杨媛媛而言，却并非如此。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白白在她手里流逝。在我看来，当时她起码有3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第一次，杨媛媛考取了枝江杨媛媛老家和广西钦州的公务员。当时的她正在考虑选择去哪个地方时，她的母亲却并不同意，表示宁愿在大城市扫大街，也不会回那种小地方。最终，杨媛媛只好作罢。第二次，杨媛媛考取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自费研究生，然而她母亲却说，学费1年3万多，我们家可供不起。无奈之下，也只好放弃。第三次，西安大学曾向杨媛媛发送面试邀请，只要她顺利通过，就能够获得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。当时杨媛媛火车票都买好了，可她母亲却以可能是骗子为由，不愿让她去。杨媛媛也只能再次放弃。最后，她只好留在武汉。为了能够尽快让自己母亲过上富裕的生活，以及补贴弟弟读书，她仓促选择工作，干过培训中心老师，做过保险推销员，摆过地摊。青春从她手里流逝，但她依旧一事无成。看着往日的同学都有着不错的发展，自己的生活却过得一地鸡毛，这让杨媛媛内心既是不甘，又是迷茫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的弟弟考上了北大直博，这让她再一次找到了方向。她要提升自己的学历，去追逐当年未实现的梦想。她要读法律，要做一名律师。定好目标后，杨媛媛再一次展现出了读书的天赋，通过努力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公费研究生。暗淡的人生似乎迎来了一丝曙光。然而，生活并没有朝着杨媛媛设想中前进，因为她的母亲对她提出要和她一起去上海。当时，杨媛媛的弟弟不忍心姐姐再次重蹈覆辙，于是提出让母亲跟着他一起去北京。可是望瑞玲却拒绝了。原来，上个70年代，望瑞玲曾在上海干过5年的船舶工，这也让她喜欢上了这个城市。看到母亲这么坚持，懂事的杨媛媛也只好同意。来到上海后，如当初在武汉大学，杨媛媛和她母亲一同挤在宿舍里。他们本以为可以像以前一样，这样度过一段大学时光。可是上海海事大学并未这样处理。当得知这个情况下，严禁望瑞玲进入宿舍。杨媛媛为此还向学校写过申请，但却被拒绝。拒绝理由是不利于宿舍管理，并且对其他贫困生不公平。无奈之下，杨媛媛只好和母亲在外面寻找房子。然而，这个过程并不顺利。第1天没找到合适的，母女俩花了100元在一家宾馆住了1晚。到第2天，依旧没有找到，但望瑞玲却并不想住宾馆了，觉得太贵，所以她就让自己女儿回学校，骗她说自己找到一个50块的宾馆。实际上，她压根就没有找，而是在学校的电影院住了1晚。得知这个结果的杨媛媛内心如同刀绞，看着电影院前座椅上蜷缩着的母亲，杨媛媛流下了泪水，并且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找到合适的房子。当天下午，母女2人总算是找到了房子。然而，当他们交完房租，拿着钥匙开门进去后，却发现竟然是一个毛坯房。房租已交，
后悔也无用，母女二人也只能将就着住。杨媛媛从宿舍取来了被褥，铺在地面，和母亲睡在一起。彼时的上海已经是11月份，到了入冬时节，天气寒冷，地板的冰冷，即便有被子垫着，依然刺骨。夜晚，杨媛媛抱着浑身颤抖的母亲，再一次流下了眼泪。人生太苦，一股深深的无力感缠绕在她心头。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杨媛媛对自己母亲说：“学校凭什么不让我们住？我要去找校领导。”然而这一去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传来的却是她在宿舍卫生间自缢的消息。到这里，杨媛媛的故事就结束了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完后是什么感受，但我却在她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窒息感。她的人生几乎和她的母亲和她原生家庭死死捆绑在一起。最可怕的是，自始至终，她都觉得是自己没用，没有让自己母亲过上好的生活。现代互联网社会有一个新词叫做 PUA， 一般指在男女恋爱关系中，一方对另外一方的精神控制，以此令对方死心塌地。杨媛媛就像一个被母爱 PUA 的悲剧人物。那么，她的悲剧是她自己酿成的吗？不，并不是。她是好女孩，即便是在自己艰难的时候，也时刻想着要报答自己的母亲。乌鸦反哺，羔羊跪乳，莫过于此。只不过，她的母亲并没有意识到父母与子女之间需要有边界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可是，这位母亲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和女儿去武汉，去上海，同吃同睡。杨媛媛就像一个被母爱支配的傀儡，此生的目标就是赚大钱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最可怕的是，她的母亲认为这理所当然，甚至将自己的欲望潜移默化地强加到自己孩子的身上，支配着孩子的人生，令人感到窒息。杨媛媛本来可以有自己璀璨的人生，可到头来却惨淡收场，令人痛心。她的故事并非个例，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有很多杨媛媛，她们或多或少受到父母的支配，小到生活中琐事，大到婚姻、工作。在这里，我想说，孩子不是自己附属品，他们有独立的灵魂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。其实，很多时候反过来想，当你去想着支配子女人生的时候，自己的人生何尝不是被支配呢？没孩子的时候，为生活奔波；有孩子后，为孩子殚精竭虑，自己的人生又剩下些什么呢？最近，我很喜欢一个词，叫和解。中国式父母应当要学会和自己和解，和自己的子女和解。儿孙自有儿孙福。雏鸟展翅高飞时，自己何不也去曾想向往的那片天空自由翱翔呢？